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们回到红石百科，来讲讲 Minecraft 中我最喜欢的其中一种东西——无限红石。在1.19更新以后呢，福林政策系让无限红石非常容易就可以达成。然而，它有触发方式及距离的局限两个问题。因此呢，这部影片要介绍两种既能无视距离，又能简单盖出来的无限触发红石机关。今天的红石机关呢，我会以中介珍珠远程传送的方式来展示无限红石的触发。首先是钓竿，建造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先盖出一个地狱门，然后找到一个区块的交界处，一端先挖6格深，放上灵魂沙并填满水形成气泡柱，另一端放上压力板和地板门，接着对着气泡柱垂直投入中介珍珠，再掏出钓竿勾住压力板，接着就可以跳入地狱门了。你会发现钓竿看起来已经收回来了，但是其实它还勾在刚才的压力板上。只要再按一次右键，钓竿就会离开压力板，地板门也会随之盖起来，并触发中介珍珠。当然，这个装置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触发，不过我要先完成一项前置作业，那就是在不会读取到钓竿和中介珍珠的位置，再盖一个地狱门。因为如果读取到的话，游戏就会发现钓竿已经收回来了，进而触发装置。接下来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拿出你的钓竿，按下右键，你就会瞬间被拉回这个位置。当你陷入危险或是远离基地，不想再跋山涉水回来的时候呢，非常好用。既建造简单，功能又十分强大。接着第二种利用的是猫和箱子。我们都知道，当猫坐在箱子上的时候，会让玩家无法打开箱子。然而，其实还有另一个特性，那就是当猫坐在箱子上时，也会阻止红石比较器侦测箱子，让讯号无法产生。这时再利用另一个特性，当玩家离开伺服器时，玩家所驯养的猫就会坐下。结合这两点，就可以透过登出登入来触发一个远程传送的机器。我还看过有人提出可以透过这个，让玩家的基地在登出后自动关起大门，让基地更不容易被发现或是进入。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十分有趣。不过利用猫来触发有个缺点，那就是无法在单人世界中运行，因为在单人世界中退出，游戏就没有在运作了，也就不存在猫坐下这件事，机器将会无法被触发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实际演示给你们看的原因。今天介绍的两种无限红石，虽然也有各自不同的局限在，但我认为已经为无限红石添加了不同的运作方向和触发方式。未来的影片我还会介绍其他相对复杂但局限性更小的无限红石机关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大家拜拜。我还看过有人提出可以透过这个，让玩家的记忆在咚咚咚咚 key 咚 key 不靠背。